高考刚结束，我穿越到仙侠世界，因为语言不通，只能去宗门后山扫地。当看到他们修炼时，我惊呆了，哪家正经宗门修仙用普通话呀？喊风能起风，喊剑能御剑。听着一堆修仙大能用各种奇怪的口音讲中文，我仿佛看见一堆老外逛故宫。再翻开宗门珍藏的修炼古籍，我震惊到撕书，撕碎了古籍。宗主要罚我，我大手一挥，不就是蜀道难吗？看我给你默写10遍。穿进这个能修仙的世界里，我偶尔能看到白衣飘飘的俊男美女御剑飞行。每当他们从天上飞过，底下的老百姓都是一脸羡慕，我也挺羡慕的。可先别说修仙了，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。这世界的人有自己的语言，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。活了18年，我只完全掌握了中文一门语言，英语就只有 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 and you 的水平，英语都没学明白，更别提其他外语了，无法和人交流，打工都没人要。我就这么露宿街头，泥里打滚，饿了去垃圾桶里捡馒头。不到1周，看上去和路边乞丐没啥区别。突然某天，我被一个会御剑的老头捡走了。我正在路边晒太阳，老头拎着我就上了天。看着他这剑速如飞，一路超剑的嚣张样子，我觉得这老头来头不小。果然，他到了山头上拎着我下剑，周围人都给他鞠躬，喊他的称呼我没听懂，但我猜这应该和宗主的意思差不多，得是个管理层。疑似宗主的老头命令几个白衣帅哥给我一通洗刷，吃饱喝足后又换了干净衣服，带回他书房。书房里，这老头对我一通叽里呱啦，说的我满脸问号，比高考英语听力还让人绝望。我们俩鸡同鸭讲了半天，老头叹了口气，他递给我一把扫帚，这下我懂了，这是让我去扫地啊，吃人家大米，打工是应该的。我扛起扫帚就开扫，扫到后山时，我远远的听到易洪亮悲愤的声音：“贱人，谁是贱人？”我抻长了脖子四处张望，半晌后觉出不对，这异世界有异世界的语言，谁骂人用普通话啊？刚想着自己听错了，耳边又是一道洪亮悲愤的贱人。我循着声音望去，就看见后山的训练场上，一个小胖子脸憋得通红，急得原地跺脚。他眼前的地上，一把锋利巨剑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剑锋上闪烁着莹莹冷光，想来必是一把盖世神剑。那小胖子继续对着那把剑喊，那剑依然纹丝不动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小胖子学御剑呢，这修仙咒语真非同寻常，御剑还得喊贱人。他身边一儒雅中年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示意那小胖子看看他的做法。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人施法，有点兴奋，瞪圆了眼睛认真的围观。只见那中年人气沉丹田，凤目圆瞪，说了声剑来。随着他的这一声标准的普通话呐喊，那巨剑缓缓的升起，径直飞向他身边。我在一边看傻了，谁家仙侠世界正经的修仙用普通话啊？修仙世界不是应该有法力吗？为啥说普通话就能御剑啊？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，我把手里的扫帚扔在地上，大喊了一声扫帚来。扫帚嗖的一下就起来了，还飞到我身边，想让我骑它。哐当一声巨响，我回头看去，那巨剑已然摔落在地。中年人和那个小胖子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万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。后山刚扫了一半，我又被拎回了老头书房。老头正在喝茶，听见中年人的话，茶也顾不上喝了，握着茶杯和他讨论起来。中年人和老头叽里呱啦的一顿说，我像待宰的猪一样被他们打量个没完。说到最后，中年人把扫帚递到我面前，示意我再演示一遍。我一声大喝，扫帚又嗖的一下飞上了天，随即咔嚓一声，老头攥碎了手中的茶杯，他脸慢慢的涨至通红，满脸都充斥着一种令人无法形容的眼神。当年有个高3的学生退学了，想考清华，最后来我们班复读的时候，我们班主任就是这种眼神，兴奋且专注，深情而痴迷。老头带我走出书房，外面的空地上有一个比武台，此时上面聚集了一堆训练的白衣男女，看到老头出来，都纷纷的行礼。老头让他们走下比武台，然后拉着我走了上去，他想要和我过2招。不得不说，我的心里是有点紧张的，就像当年我一个文科生突然要考理综反向测试一般，手足无措。这种紧张感一直持续到老头闭上双眼，开始施法。趋向想天锅。我满脸疑问，啥玩意儿？为啥突然开始被这种小学生课文选？还有这读音不标准吧？你一个黑发、黑眼、黄皮肤的，装什么老外啊？和我的懵逼不同，场下的众人都一脸严肃。随着老头的朗诵，他的身周散发出一股力量，那股力量围绕在老头身周，虎视眈眈地朝向我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对我进行攻击。杯毛浮捋水，轰照薄轻薄，那股力量突然凝结成实质，对我袭来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很多东西，基本都选自唐诗300首。不过简单的不行，我得读个难的，就是它了。杜甫的《登高》，古今七律第一，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，谢天谢地。我没有犯上了考场就忘词的尴尬毛病。随着我的背诵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力量从我体内涌出，将我包围。和老头的力量不同，我的这股力量更为磅礴汹涌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老头发出的力量很快地和我的碰撞在了一起，之后瞬间消散。想来咏鹅这种启蒙故事还是不能和登高正面刚的。老头傻了，在场的众人都傻了，我也傻了。我没有想到登高的力量如此强劲，更没有想到这个宗主老头的力量如此不堪一击。我想闭嘴，可我被这首小短诗已经成了肌肉记忆，剩下4句不受控制的脱口而出：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我身周的力量在击败对手后更是蓄势待发，对着老头的本体蠢蠢欲动。台下的人群喊着我听不懂的语言，还有几个已经跳上台，
想要护在老头身前，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我他妈马上就读完了，艰难苦恨繁双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随着我最后一个字读完，冲击波以我为圆心，向四周散射，所有人都被这股力量撞飞。一时间，空中满是飞舞的人体，老头也被撞飞了。他离我最近，受到的伤害也最重，落地后还吐出一口老血。那些弟子们顾不上自己受的伤，纷纷赶来查看老头的伤势。老头擦干净嘴角的血迹，摆摆手，示意自己没事。在一群弟子的搀扶中，老头缓缓地走到我身前，握住了我的手。他那枯木一般的手激动到颤抖，浑浊的眼神中也散发出耀眼的光彩。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我一个发音都没听懂，可是老头那殷殷期待的眼神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周围人的眼神竟然和老头差不多，就像是一群不及格的学渣对着物理题抓耳挠腮。这时突然冒出一个靠着物理保送的学霸一样，满是对知识的渴求。我想这大概是想让我搞一些对外汉语教学，于是我点了点头。看到我同意了，老头的双眼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周围人群中也爆发出了一阵欢呼。身着白衣的俊男美女们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，像极了曾经在考试前偷到了试卷答案的我。我还没穿热乎的粗布麻衣被换下，穿上了修仙者同款的飘逸白衣。正所谓人靠衣装，我现在装起逼来也挺像那么回事的。老头带我来到了一栋建筑前，这建筑已是封门，守卫森严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石门打开，又是另一番天地。只见密密麻麻的竹简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架子上，满屋都是竹墨清香。老头想给我介绍，可他又知道和我语言不通，急得抓耳挠腮。我摆摆手，让他少安无躁，这都是古籍功法，我懂的，这里面必定藏着盖世神功，若是我能学上一招半式，从此便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修仙小说不都是这个调调吗？我随手抽下一本竹简，打开看清楚上面的字迹后，我直接石化了，手一使力，那竹简年久失修，直接在我手上碎成了片片，竹简碎片噼里啪啦散落一地。老头尖叫一声，他手脚并用的爬过来，颤抖的拿起地上的竹简碎片，牙根都在打颤。他想骂人，却发现我听不懂；他想打人，却发现好像也打不过我。最后整个人委屈极了，抱着一堆竹简碎片抽抽打打，看起来十分可怜。无语，我心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感觉，碎了就碎了呗，这竹简全篇我都会背。蜀道难啊，李白代表诗作，高考必考内容，应届高考生就没有不会的。于是我开始背诵起来：噫吁兮，危乎高哉，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随着我的背诵，那股熟悉的力量又从我体内涌出。老头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，傻傻的抬起头：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，尔来48000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。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。我一边背诵，一边指了指地上的竹简，示意自己背诵的就是竹简上的内容。老头显然懂了，他停止了抽搭，眼里光芒闪耀。我怕收不住手，又把这老头打吐血，背了2句就停止了。可就这几句诗，已经让老头的态度大变样。他起身，恭敬地向我鞠了一躬，然后示意我可以随便地翻看这些竹简。我随便抽出来一本《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》。好家伙，曹操的《观沧海》。再抽出一本《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》。李商隐的《无题》。我越翻这些竹简，思绪越麻木。明明是修仙小说里十分具有爽点的桥段，我却感觉昏昏欲睡。放下竹简，我长叹一口气。老头有点担忧地看着我，我摇头，指了指地上的竹简，又指向了一边桌案上的纸笔，示意我能默写出我刚刚毁掉的竹简。老头殷勤地为我磨好了墨，铺好纸，备好笔。我撩起袖口，举起毛笔，下笔。大意了，我不会写毛笔字。我尴尬地捡起桌边的木炭，用现代人常用的写字方式飞速地把《蜀道难》默写了出来。李白这首诗朗朗上口，背起来容易，默写却难。因为这首诗里的生僻字，我没少被老师打手板罚抄书，但也要感谢语文老师的一片苦心。正是因为他的谆谆教诲，我才能在异世界先途坦荡。在我默写的过程中，老头看我的眼神愈发敬畏，在他眼中，可能觉得我是突降世间的神通大能，对各种古籍功法倒背如流。可这些都只是一个现代高3学生的基本素养啊！这样的认知让我直至默写完毕，都感觉不到一丝骄傲。我云淡风轻的样子，更让老头感觉我深不可测。门前突然传来一阵喧闹，我和老头快步地走出藏经阁，就看见一位白衣弟子紧闭双目，身上满是血腥伤痕。老头大惊，弟子开始和他解释经过。虽然我听不懂，可我观那弟子身上伤口参差不齐，不像是被刀剑所伤，却像是被野兽撕咬过。脑内灵光一现，我瞬间明白这是什么桥段了，这是被异兽袭击了呀！修仙文必备刷经验法宝，上可变美女，下可当坐骑，主角的好老婆，人类的好朋友，异兽，他终于要登场了。我手舞足蹈地表示我可以去打异兽，可老头坚定地拒绝了我，但也不是完全的拒绝。他的意思是我现在语言不通，而异兽又过于危险，不如等到沟通顺畅之后再去降妖除魔。我同意了他的意见，开始苦哈哈地学习异世界的语言。我所在的宗门叫望天宗，听起来就是个只想摆烂的宗门，实际上也挺摆烂的。望天宗祖上阔过，因此是这修真界的8大宗门之一。可这几百年望天宗再未出过什么精彩绝艳的弟子，于是渐渐式的微。虽然拥有一整座图书馆的功法秘籍，可那些秘籍对于异世界的人们来说过于晦涩难懂，因此只能束之高阁。至于捡我上山一事，据宗主老头说，他从修仙开始就日行一善。那天他御剑飞行路过，正巧看到了状似乞丐的我，动了恻隐之心，
便把那日的善心发到了我身上。他本想着我可以在望天宗做些洗扫的杂事，若我着实有些天赋，也可收为弟子。我问：那我现在算是望天宗的弟子吗？老头直接给我跪了，他的声音颤抖：您怎么能是弟子呢？您是我们望天宗的长老。不，您是上神，您是我们修真界的上神。上神是什么鬼啊？听起来就像是个反派啊！我被上神这个名字雷得外焦里嫩，结果在我认真的学外语时，望天宗来了位上神这个消息不知道被谁传扬出去，其他宗门都知道了我的存在，纷纷的给我送礼，想要探探我的虚实。我也没客气，送的啥都照单全收。其中有个上道的宗门送了一对绝色双胞胎给我，我心痒痒的看了两眼，然后果断的派人到厨房做饭。别说那双纤纤玉手切起萝卜都特别好看，唯一后悔的就是这对双胞胎变成柴火妞后，还有宗门觉得我不近女色，于是送了一对男的给我。等到我已经能用异世界语言正常交流后，我果断地带着望天宗的众弟子们去寻找异兽了。众弟子白衣飘飘，御剑而立，端是一副仙侠剧天外飞仙的神奇景色。而我盘腿坐在飞毯上，瞬间把画风拉到阿拉丁。我本来也想骑扫帚感受一下哈利波特的快感，可扫帚骑久了卡裆啊，只能换成毯子。况且这与我根本没有难度，无非是把口诀扫帚来变成了地毯而已。可在其他人眼中，这已经足以令人惊叹。萦绕在耳边的是望天宗弟子的窃窃私语，感慨我不愧是上神，竟然能够御毯飞行。另一人与有容焉，说望天宗有上神之后的宗门大比谁敢看清了去？宗门大比，这可是主角装逼打脸的必备途径啊！我热血沸腾，可还没沸腾够，宗主老头就飞到了我的毯边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上神，前方就是那异兽所在的山脉了。他话音刚落，一道震耳欲聋的虎啸传来，那虎啸所蕴含的力量极强，有些望天宗弟子抵挡不住这力量的冲击，差点翻溅。我的飞毯纹丝不动，转瞬又是一道虎啸震天。会这个异兽，老头脸色煞白。上神小心，那异兽盘踞此地多年，不知伤了多少宗门弟子。我摆摆手，我自有办法。是岳阳楼记还是滕王阁序呢？我御毯飞到山脉之上寻找，很快的就见到了一只巨大的老虎。那老虎通体雪白，背上隐隐的有金色的纹路，看上去无比威猛。他一看见我就沉下身子，龇牙咧嘴的准备发动攻击。我刚想背诗，却看着那金色的纹路愈发眼熟，倒像是两个汉字，我不确定的读出来：阿呆。谁知那异兽听见这两个发音后，竟然立刻停止了攻击。他瞪圆了眼睛，迷茫的看着我，看起来像只呆萌的猫咪。一圈金光从我身上飞出，之后扩大降落，直至将那只巨虎包围，之后瞬间消散。与此同时，一串信息涌入我脑内：您已成功的绑定神兽白虎。阿呆，我无语啊！谁家神兽叫阿呆啊？我骑着阿呆从山里跑出来，惊掉了众人的下巴。阿呆的毛蓬松柔软，身子还能幻化出翅膀。有了它，我连飞毯都不用了，直接骑着飞走。我骑着阿呆在前面飞，望天宗众人跟在我身后不远处，不敢上前。就这样保持着相当一段距离，我们一前一后的飞回了宗门。事后我才知道，异世界还从未有过驯服异兽的先例。这个世界的认知中，异兽天性凶残，难以接近，根本没有驯服的可能。那是因为根本就没人认识他们后背上长出来的名字。为啥神兽后背上能长名字啊？白虎叫阿呆，那青龙叫啥？咪咪吗？我内心的吐槽，他人一概不知。望天宗众人只觉得我这个上神真是法力通天，竟然连异兽都能驯养。被我驯养后的阿呆变得温驯无比，整日里除了吃吃喝喝就是舔毛、睡觉、晒太阳。而我不行，我不能摆烂。作为普度苍生、教化人类的上神，我得给望天宗的弟子们上课。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，我已经逐渐的摸清了这个世界法力的强弱规则。简而言之，就是通过说普通话施法，普通话越标准，法力就越强。而且光会说也不行，你也需要理解其中的意思。可对于异世界的人，别说理解了，有的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。上课第一天，我翻出了江南小学古诗第一课：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非常简单且朗朗上口的一首古诗。可就这么简单的一首古诗，望天宗的弟子也能给我背出花来。江年科财年，这句口音极其离谱的古诗一出，直接把我送回了外国学生汉语角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放下古诗，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了5个字符。来，大家一起和我读：啊哦一乌鱼波泼摸佛。我决定从汉语拼音开始教起。我的普通话教学堪称修真界的一场文化地震。望天宗上下，从须发皆白的长老到刚入门的稚童，人人捧着我手写的拼音卡片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宗主老头最是刻苦，每天天不亮就蹲在藏经阁门口背生母韵母，那股劲头比当年我备战高考还足。有次我路过，听见他对着音节死磕，硬是把44、10是10念成了444、1410，气得自己薅掉了2根白头发。我的普通话教学是卓有成效的，出于对我的尊重和对力量的渴望，望天宗上上下下都学得十分认真。宗主老头每天都拿起纸笔，乖乖地完成我布置下去的作业。时间久了，也能磕磕绊绊地说2句：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之类的来。在这样一片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的美好氛围中，望天宗弟子们的普通话水准都大有长进。那个10岁的小师妹，天生语感好，拼音学得又快又标准，现在已经能流利背完江南，甚至能自己用简单的词语组合诗法。那天她对着院中的桃树喊桃花开，
标准的普通话刚落，满树枯枝瞬间绽放出粉白花朵，惊得路过的长老们直搓手，恨不得把小师妹绑在身边当人形复读机。随着大家普通话水平直线飙升，弟子们的法力也肉眼可见的涨。之前连剑都喊不起来的小胖子，现在能背着咏鹅御剑飞行，虽然速度跟蜗牛爬似的，但好歹不用原地跺脚骂贱人了。与此同时，宗门大比即将来临。此次宗门大比被安排在日天宗，一听这名字我就知道这宗门不简单。果然，宗主老头告诉我，日天宗是现在修仙界的最强宗门，不仅弟子中人才辈出，老一代也还没死绝。12位长老长久的闭关修炼，成为日天宗最坚固的防线。日天，无人敢犯。宗门大比一般都是由宗内德高望重的长辈带领小辈前去，宗主老头需要留下来镇守山门，于是把参加宗门大比的使命托付给了我。我骑着阿呆，带着望天宗的弟子们上路了。这次没有长辈在，气氛明显的轻松许多。有人说日天宗惯是嚣张跋扈，这次可要好好的杀杀他们的锐气。更有人奉承，只要有我在，日天宗这次不敢再放肆。我们一路飞一路唠，转眼便飞到了日天宗的山头。日天宗的山门建在云端之上，金顶琉璃瓦闪闪发光，门口立着2根盘龙柱，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古文，一看就是用高深功法加持的。可我扫了一眼就乐了，那些古文赫然是《论语》里的句子，就是刻得七扭八歪，好些字都认错了偏旁。当看到我骑着白虎从天而降时，日天宗的上上下下都惊呆了，底下传来窃窃私语声，纷纷震惊于竟然真的有人驯服了一手。为首的人轻咳一声，那些窃窃私语瞬间消失。那人颔首，微笑着向我行了一礼。在下是日天宗玄字辈弟子，排行第2。久闻望天宗上神法力高深莫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这青年玉树临风，气度不凡，看起来不是等闲之辈。身后有弟子小声的给我八卦，这位是日天宗2师兄，法力高深，是我们这辈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据说他出身凡间皇室，之前还是二皇子呢。我看了二皇子一眼，小声逼逼，我觉得这厮要倒大霉了。弟子好奇，上神为何如此说来？这还用问吗？二师兄加二皇子加小白脸加新生代第一人，这人浑身上下都写满了我是炮灰反派，主角快来搞我的悲惨办法。宗门大比的赛场设在日天宗的演武场，一座巨大的白玉平台悬浮在半空，周围是层层叠叠的看台，各大宗门的人已经坐满了。我们刚到，就感受到无数道目光，有好奇，有轻蔑，还有几分忌惮。毕竟阿呆这只白虎神兽的名头早就传遍了修真界。我无视这些目光，带领弟子落座。宗门大比分为2场，一场个人战，一场团战。个人战即按照各个宗门划分1对1的单挑，团战则有趣的多。各宗门需要派出10人一队，潜入秘境寻宝。那秘境藏着各种天材地宝，奇珍异兽，若是真有机缘，便是另一番天地。各大宗门也都更看重团战，个人赛更多的就是走走过场。况且有日天宗这个新生代第一人的二师兄在，谁还想在个人战上分一杯羹不成？结果二师兄第一轮就被从场上轰下去了。动手的是望天宗的团宠小师妹，今年刚10岁，第一次上场，面对劲敌，小师妹丝毫不慌，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用清脆标准的声音念道：啊哦一无鱼。这不是古诗，而是我教的拼音韵母。随着他的朗诵，一股纯净柔和的灵力从他体内涌出，形成一个透明的防护罩，稳稳地挡住了秦昊的攻击。秦昊的灵力撞在防护罩上，就像泥牛入海，瞬间消散无踪。随后小师妹念出她所学的江南，随着小师妹最后一句落下，连夜虚影猛地收缩，秦昊惨叫一声，被直接弹飞下台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全场死寂。几秒钟后，看台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，望天宗的弟子们激动地站起来，挥舞着手臂，其他宗门的人则目瞪口呆，看向小师妹的眼神里充满了敬畏。1米多点的小豆丁，手脚脸蛋肉嘟嘟的，就这么把新生代第一人打下去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惊疑不定，有的脑子灵光些，看完他后猛地反应过来，目光又转到了我身上。小萝莉脸皮薄，顶不住这满场目光，脸蛋红红的扑进了场下师姐的怀抱。我坐在阿呆身上，波澜不惊，把上神的逼格拿捏了10成10。个人战以望天宗的大获全胜告终。个人战的风头过后，接下来又是团战。各大宗门派出的10人小队陆续进入了日天宗的秘境。这秘境是一处天然形成的空间，里面布满了奇花异草和低阶异兽，最深处据说藏着上古秘宝，只是从未有人能打开那扇封闭万年的石门。我对寻宝没什么兴趣，骑着阿呆在秘境外围闲逛，顺便捡了些看起来不错的灵草，准备回去泡个茶。可架不住各大宗门的宗主轮番来套近乎，个个捧着灵玉宝石，问我师从何方，是不是上古传承。我淡淡的看了他们一眼，告诉他们我一中的。现场竞技半晌，一个白胡子宗主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一中的。久仰久仰，真是少年英才啊！久仰你一脸啊！你知道一中是啥？我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啊！和个人战的速战速决不同，团战他们开了10天10夜，我可没有那闲心搞围观，早就溜之大吉，日日骑着阿呆到处闲逛，夜晚蒙头大睡，就这样混过10天。我被邀请去观看最后的决赛。最后一天，各大宗门的小队已经到了秘境深处。秘境深处是一座山洞，千万年间无人打开过。每次宗门大比，都有雄心壮志的少男少女想要尝试打开这山洞，可每次都是失魂落魄的走。今年也不例外，所有宗门的少年英才都聚集在山洞口，
但都是一筹莫展。我赶到的时候，正看见日天宗的小队在尝试打开石门。我打着哈欠看直播，视线突然瞟到洞口上的5个大字，瞬间瞪圆了双眼。我叫阿呆一声，阿呆应声而起，驮着我飞入秘境。众弟子看到我来了，精神不禁为之一振，说上神来人，有救了。我没有理会这些喧闹，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洞口上方的5个大字。虽然饱受风雨侵蚀，可字迹依旧清晰可见。宫廷玉液酒，我差点笑出声。这是什么上古秘宝的暗号？怎么这么接地气？我清了清嗓子，180一杯。我话音刚落，整个秘境都安静了，所有人都疑惑地看着我，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可下一秒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这座封闭上万年的石门应声而开。石门后面没有想象中的奇珍异宝，只有一间空荡荡的石室。正中央的石柱上静静地放着一本厚厚的书，书封上印着4个大字：新华字典。这新华字典被人加了法术，所以可保持万年不朽。我把新华字典带回来，准备编一本，5年修仙，3年模拟。其他宗门的也想来分一杯羹，可是又不敢和我正面抢夺，只能一脸羡慕地看着我。但是很快的，他们就不羡慕了。魔界的魔君知道秘境宝物被拿走后，直接对修仙界宣战了，而首当其冲的必然是我们拥有新华字典的望天宗。这世界还有魔君？我让老头给我说说这魔君，老头却一脸如临大敌。上神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原本魔界群龙无首，那些魔修完全不成气候，谁知几年前竟然冒出来一个惊才绝艳的小辈。他统一魔界，自称魔君，带领着魔界众人潜心的修炼，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。我们修真界已经有很多高人命丧其手。他的修炼方式也特别诡异，施法时会吟唱一些怪异的曲调。我让老头示范一下那怪异的曲调，老头仔细地回忆了一下，哼唱出了一段让我十分熟悉的旋律。我沉默了，我拉住他，正然开口：“你听听是不是这么唱的？”于是我开始唱起来：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凤凰传奇的歌不用伴奏，在我脑海里就有强烈的 BGM。我的歌唱大概是对应上了老头的记忆，他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，就是这个调。随着我的歌唱，一缕缕黑色力量也从我身体中冒出，看来这就是魔君的施法方式没错了。我无语啊，谁家魔君这么土嗨，还唱凤凰传奇啊？这能不入魔吗？我 KTV 每次点凤凰传奇都是全场蹦迪啊。魔界并没有给我们太多准备的时间，不过短短数日，大军压境，修真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见我们望天宗有难，其他宗门也举宗支援。望天宗更不必说，上至头发花白老妇，下至嗷嗷待哺孩童，无疑不做好了开战的准备。宗主老头本来也想上前线，却被我拦住，让他稳定望天宗后方。可这老头不愿意，老头说：“上神莫要瞧不起老朽，我这些日子勤学苦练，普通话也是大有进益。”我看他自信的样子，说：“那我就来出题考你。”见老头一脸随便我考的样子，我大笔一挥，写下一段文字：人要是行，干一行行一行，一行行行行行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；要是不行，干一行不行一行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。我说完整读一遍，我就让你上前线。老头傻了，他支支吾吾了半天，一句话都没说完整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这题是有点难了，那我重新考你一道吧。我诞生开口道。领导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小明说：“没什么意思，意思意思。”领导说：“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”小明回答：“小意思，小意思。”领导又说：“你这人真有意思。”小明说：“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。”领导说：“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”小明回答：“是我不好意思，请问以上的意思分别是什么意思？”老头又傻了，我又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，好好的搞后勤啊。”魔界大军开战的那天是唱着歌来的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鲁冰花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。随着他们的吟唱，黑色力量疯狂地将我们缠绕。我让众人各自施法防御，自己伺机而动。很快的，他们唱到了第二段：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鲁冰花，天上的星星。不等他们唱完，我当即接歌词：参北斗啊，哎嘿哎嘿一二优啊！我的雄浑歌声随着法力传遍了整个战场。魔界大军的攻击瞬间被我这一嗓子打乱，好半天才又有人起了个头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大约在冬季，齐秦的都是老歌，看来这魔君有点年岁了。我怕了吗？我当然没怕，他们唱什么我就唱什么，我要唱的比他们更大声，我要用乱七八糟的曲调带偏所有人。如果有现代人在现场，那大概会痛苦的捂住耳朵，因为他将听到京剧版大约在冬季，东北2人转版七里香，无一句在调上版10年等等，但架不住我普通话标准伶俐精纯，每一句歌词都化作一道金色的攻击，朝着魔界大军砸去。依靠着这些神曲，魔界大军被我打得溃不成军，步步倒退。眼看着局势扭转，那位惊才绝艳的魔君坐不住了。只见他身着黑衣，身形修长，脚踏巨鸟升到半空。他质问我：“你也是穿越来的？你懂不懂穿越者也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啊？老子在这干得好好的，你来这儿搅什么局？你快点投降，我还能饶你一条小命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我笑了，也带着阿呆飞到半空。说真的，我本来还担心我打不过你，可是我现在不害怕了。我看着眼前的黑衣男子，他瘦削高挑，容貌俊秀，端地是一副高贵
冷艳的模样。可谁能想到这副高贵冷艳的模样能流利地说一口川普啊？尼玛，你真的能用川普唱凤凰传奇吗？因为川普永远战胜不了普通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招！地高阳之苗裔兮，震黄考曰伯庸，射题真于孟邹兮，惟庚寅午以降。随着我的背诵，一股空前纯净磅礴的金色力量从体内涌出，瞬间笼罩了整个战场。这股力量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大，带着千年文化的厚重感，朝着魔军碾压而去。看着魔军惊恐的眼神，我笑了。此时此刻，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，多亏了他，我才能背下来全篇离骚。魔界大军伤亡惨重，残存的一些人马被魔军带着藏到了魔界深处，再无踪影，估计是在哪儿躲起来开展他的川普声乐教学去了。世界又恢复了平静。魔军逃窜后，修真界迎来了短暂的和平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平静之下藏着隐患。川普魔军一日不除，魔界就一日不会安分，指不定哪天就带着更离谱的土嗨神曲卷土重来。果不其然，半个月后，边境传来急报，魔界残部在3座城池作乱，他们不再正面硬刚，而是潜伏在民间，用跑调的神曲蛊惑百姓，让普通人陷入魔障，互相攻击，场面混乱不堪。前来报信的弟子满脸焦急，上神，那些魔修太狡猾了，他们藏在人群里，我们根本分不清谁是百姓谁是魔修，而且他们唱的曲子越来越怪，好多弟子听了都心神不宁。我皱了皱眉，这倒是个麻烦事，魔修躲在暗处，总不能把所有百姓都抓起来排查。但转念一想，他们的软肋不就是普通话吗？我站起身，对着众长老说道：传我命令，即日起，在边境3城推行普通话户籍制度，所有百姓必须通过拼音基础测试，才能获得通行凭证。魔修的普通话发音歪七扭八，一测便知。宗主老头立刻附和：上神英明，我这就派人去印制拼音测试卷，让各城弟子严格执行。我又补充道：再编一本魔曲识别手册，把凤凰传奇、鲁冰花这些曲子的标准歌词和拼音标注出来，让弟子们熟记。魔修唱的都是跑调版，只要听到发音不标准的，直接拿下。计划一出，修真界立刻行动起来。边境3城的街道上，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测试点，弟子们拿着拼音卡片，让百姓认读声母，默写简单的古诗。一开始，百姓们还不太配合，觉得这测试莫名其妙。直到有个老太太念葡萄时，被弟子听出了浓重的魔修口音，弟子当场出手，撕下老太太的伪装，露出了魔修狰狞的真面目。这下百姓们彻底慌了，纷纷主动排队测试，生怕自己被当成魔修。有个大叔为了证明自己清白，硬是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念的字正腔圆，还主动要求背诵《江南》，引得周围人纷纷鼓掌。我骑着阿呆亲自到边境巡查，刚到西城门口，就听见一阵嘈杂的歌声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这熟悉的旋律一听就是魔修。我顺着声音望去，只见街角的茶馆里，几个穿着普通百姓服饰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唱歌，他们的发音错得离谱，周围的百姓都眼神呆滞，显然已经被蛊惑。我低喝一声，纵身跃下，阿呆巨大的身躯瞬间挡在茶馆门口。我看着他们冷笑，就凭你们这蹩脚的普通话也敢出来作乱？魔修们见状脸色大变，停止唱歌，抽出腰间的魔气就想反抗。我气运丹田，大声念道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金色的光网瞬间笼罩了整个茶馆，魔修们发出惨叫，身上的黑色力量在光网中滋滋作响，很快就消散殆尽。被蛊惑的百姓也清醒过来，纷纷跪倒在地，感谢我的救命之恩。为首的魔修不甘心，嘶吼着：你别得意，魔君大人说了，等他修炼成忐忑，定要让整个修真界都不得安宁。我差点笑出声。忐忑，就那没词儿全靠吼的歌，你们魔君怕是想把自己吼成疯子吧？我懒得跟他们废话，随口背出《将进酒》，金色力量爆发，直接将几个魔修震晕过去。弟子们上前将他们捆住，押回宗门审问。巡查了3日，边境3城的魔修被一网打尽，通过拼音测试和魔曲识别，共抓获魔修137人，解救被蛊惑百姓数千。经审问得知，这些魔修都是魔君的忠实追随者，他们正在等待魔君修炼出新的神曲，准备再次大举进攻。宗主老头对此十分担忧，问我要不要趁胜追击，杀入魔界，彻底除掉魔君。我摇了摇头，魔界地形复杂，而且魔君现在肯定躲在某个角落练歌，我们贸然闯入反而会吃亏，不如以静制动，继续推广普通话，让整个修真界的人都能熟练运用标准发音，到时候就算魔君回来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随后，我下令将5年修仙、3年模拟第一册发放到各个宗门，新增了魔曲防御专项训练和普通话应急反应测试，要求所有弟子必须达到普通话6级水平，否则不得下山执行任务。一时间，修真界掀起了一股学普通话的热潮，就连3岁小孩都能背几句拼音口诀。魔修再想靠跑调神曲蛊惑人心，已是难如登天。平静的日子过了半年，我正在宗门里修订5年修仙、3年模拟的最后一册。阿呆突然焦躁起来，围着我不停转圈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怎么了阿呆？是不是饿了？阿呆摇了摇头，朝着东方望去，眼神里带着一丝警惕，还有一丝期待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狂风大作，乌云翻滚，一道青色的闪电划破天际，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响彻云霄。宗主老头冲进书房，脸色煞白，是青龙。上神，
传说中的青龙现世了，就在东边的东海之滨。我心里一动，白虎叫阿呆，青龙该不会真叫咪咪吧？这也太离谱了！我骑上阿呆，带着弟子们朝着东海之滨飞去。赶到东海时，海边已经围满了个宗门的人，大家都神色紧张地看着海面。只见海面上波涛汹涌，巨浪滔天，一条巨大的青龙从海中盘旋而起，龙身长达数百丈，鳞片闪烁着青光，龙须飘逸，看上去威严无比。可当我看清他额头的金色纹路时，还是忍不住扶额，赫然是咪咪2个字。青龙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气息，朝着我这边飞来。巨大的龙爪一挥，掀起一阵狂风，周围的弟子们纷纷后退，只有我和阿呆纹丝不动。青龙发出一声龙吟，声音震得人耳膜发疼，可我却从中听出了一丝委屈。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咪咪，青龙的动作瞬间僵住，巨大的龙眼瞪得溜圆，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它盘旋在半空中，低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迷茫，和当初阿呆被我叫出名字时一模一样。真叫咪咪啊！我无语凝噎，这世界的神兽取名也太随意了吧。随着我的呼唤，一圈金光从阿呆身上飞出，与青龙额头的金色纹路相呼应。很快，青龙身上的戾气消散殆尽，变得温顺起来。它缓缓降落，趴在我面前，像只巨型猫咪一样，用头蹭了蹭我的胳膊。周围的人都看傻了，纷纷倒吸凉气。我骑上青龙咪咪的背，它的鳞片冰凉顺滑，飞行起来比阿呆还要稳当。咪咪带着我飞向东海深处，那里有一座海底宫殿，宫殿的大门上刻着神兽之家4个大字，同样是用标准的楷书书写。走进宫殿，我才发现这里不仅有白虎和青龙，还有朱雀和玄武。朱雀的翅膀上刻着红红，玄武的背甲上刻着笨笨，一个个名字都接地气到离谱。原来这4大神兽都是被上古时期的穿越者封印在这里的，只有用标准的普通话喊出他们的名字，才能解除封印，与之绑定。而那个穿越者正是新华字典的主人，也是这个世界普通话修仙体系的创造者。我恍然大悟，难怪这个世界修仙要用普通话，原来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设定啊！4大神兽围绕在我身边，显得十分亲密。阿呆和咪咪更是凑在一起，互相舔毛，看起来关系不错。我突发奇想，让他们试着用普通话交流。阿呆憋了半天，吐出一句吃饭，咪咪则歪着头，慢悠悠地说喝水。虽然发音还不太标准，但已经能让人听懂了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这要是把4大神兽教成普通话10级，以后出门简直就是移动的核武器啊！回到宗门后，我在宗门后山开辟了一块神兽训练基地，专门教4大神兽说普通话。阿呆进步最快，已经能完整背出咏鹅。咪咪则喜欢唱茉莉花，虽然调子跑得没边，但发音还算标准。红红和笨笨也在努力学习拼音，整个基地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，魔君竟然也得到了一件上古神器，据说能增强魔曲的威力。他已经整合了魔界的残余势力，准备在3个月后的月圆之夜对修真界发起总攻。探子来报，魔君这次得到的神器叫魔音盒，据说只要对着魔音盒唱歌，就能放大力量，就算是标准普通话也可能被压制。我皱了皱眉，这魔音盒听起来倒是有点棘手，但转念一想，再厉害的魔曲也抵不过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底蕴。我下令道，通知各宗门，3个月后月圆之夜在望天宗集合，准备迎战魔君。另外让所有弟子加强古诗词背诵，尤其是《离骚》《滕王阁序》这类长篇大作，我要让魔君知道什么叫文化的碾压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修真界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，弟子们日夜苦练，4大神兽也在我的教导下，普通话水平突飞猛进。咪咪已经能背《滕王阁序》，阿呆则把《离骚》练得炉火纯青，就连红红和笨笨也能合唱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威力惊人。月圆之夜如期而至，天空中一轮圆月高悬，魔界大军黑压压地出现在望天宗山下。魔君骑着一只黑色的巨鹏，手持魔音盒，神色桀骜地看着我们。魔君冷笑一声，举起魔音盒，小子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挡。今日我就用忐忑让你们所有人都陷入魔障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魔音盒发出一阵刺耳的声响。魔君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嘶吼起来，简直魔音贯耳。魔音盒放大了他的声音，那诡异的曲调带着强大的黑色力量，朝着我们席卷而来。周围的弟子们脸色一变，纷纷运转灵力，背诵古诗抵抗。4大神兽也齐齐发力，咪咪背《滕王阁序》，阿呆唱《黄河大合唱》，红红和笨笨则念《弟子规》，4种力量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，将魔音死死挡在外面。魔君脸色一变，没想到我们的抵抗力竟然这么强，他加大了力气，嘶吼得更加卖力。魔音盒的光芒越来越亮，黑色力量也越来越狂暴。没用的，我冷笑一声，对着所有弟子喊道：全体都有，合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。整齐划一的歌声响起，标准的普通话带着磅礴的气势，化作一股金色的洪流，朝着魔界大军冲去。这是穿越者刻在骨子里的信仰之歌，力量远超任何古诗神曲。魔音盒发出一声脆响，竟然被这股力量震碎了。魔君喷出一口黑血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，不可能，这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？我骑着咪咪飞到魔君面前，这叫信仰？你以为靠几首土嗨神曲就能征服世界？太天真了！说完，我和4大神兽同时发力，义勇军进行曲的力量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，
朝着魔君狠狠砸去。魔君惨叫一声，身体被光柱贯穿，黑色力量瞬间消散，他的身体化作点点星光，彻底消失在天地间。魔界大军见魔君陨落，顿时溃不成军，纷纷扔下武器，跪地投降。魔君被彻底消灭后，修真界迎来了真正的和平。我将新华字典供奉在望天宗的藏经阁，作为修真界的镇界之宝。同时在各大宗门设立了普通话学院，由我亲自担任院长，教导弟子们学习汉语，背诵古诗，练习拼音。4大神兽成为了学院的吉祥物。阿呆负责教弟子们御剑飞行时的普通话发音，咪咪则教大家吟唱古诗词，红红和笨笨负责监督弟子们的作业。整个修真界都沉浸在学习的氛围中。几年后，5年修仙，3年模拟，成为了修真界的必读书目，甚至流传到了凡间。凡间的学子们也开始学习普通话，希望有朝一日能进入修仙界。而普通话等级考试则成为了修真界的重要考核，只有通过8级考试，才能成为宗门的长老，9级以上才有资格挑战宗主之位。望天宗也成为了修真界的第一宗门，无数弟子慕名而来，宗门的规模越来越大，甚至在凡间设立了分学院，推广普通话和中华文化。我不再过问宗门的具体事务，而是带着4大神兽隐居在宗门后山的竹林里，平日里看看书，喝喝茶，教神兽们唱新歌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阿呆还是老样子，除了吃就是睡，偶尔背2首古诗活动筋骨。咪咪喜欢在竹林里盘旋，嘴里哼着茉莉花，引来无数鸟伴唱。红红和笨笨则热衷于研究菜谱，用灵力烹饪各种美食，偶尔还会给我露一手。这天，新的望天宗宗主来见我，穿着一身飘逸的白衣，普通话标准流利。他恭敬的行礼：“上神，现在整个修真界都在学习普通话，凡间也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。您当年编撰的5年修仙，3年模拟，已经修订到第10版了，新增了很多现代诗词和文章，深受大家喜爱。”他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在凡间发现了很多上古穿越者的遗迹，里面有很多书籍和器物，上面都刻着汉语，现在大家都能看懂了，还从中领悟到了很多新的功法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很是欣慰，这大概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吧。临走的时候，那后辈站在门前，欲言又止：“您现在依然是全修真界的偶像，晚辈想问，您有什么忠告想要分享给未来修仙路途上的后辈吗？”我半晌没说话，我拿起桌上的新华字典，轻轻摩挲着封面。穿越到这个世界，从一无所有到被人敬仰的上神，支撑我走下来的，确实是那些曾经被我吐槽过无数次的知识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竹林里，4大神兽围在我身边，岁月静好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结局吧。而我能留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，就是那句永远不会过时的忠告：知识就是力量。